我会给你带来幸福和快乐的。真的？嗯。这，来者不善。放心吧，有我在。可是你的武功还没有恢复过来，你对付一个人行，他们这么多人。走，别过来！走，大哥，他们什么人？穷人，身上一点钱都没有。那你带回来干嘛？身上没钱，把他杀了算了。来，喝酒。对，杀了他算了。哎，这女的可以给咱们赚钱呢。啊，赚钱？先让她当压寨夫人，等玩够了，把她卖到波斯那儿当妓女。啊，这主意不错。哎，这主意不错啊。还有，这男的可以做些打扫的工作。好，就让他做。好，把这丫头带过来，让大哥玩一玩。放开我！月儿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要碰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月儿，月儿，放开我！给我打！大哥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要动，笑啊！笑啊！快点笑！你还不笑？你不笑，我们笑。哎，拿酒来！你不笑，我请你喝酒。这么紧张，想看吗？看呐！哎，怎么不喝了？让我喂你喝吧！啊，快！动手！月儿，别怕，有我在。我易继风，以天地为证，誓言一生一世照顾赵玉儿，此生不渝。若违此事，天打雷劈，永不超生。我赵玉儿以天地为证，誓言一生一世跟随易继风，不论富贵贫贱。若违此事，天打雷劈，永不超生。
你就是我的妻子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夫君。不知道我娘有没有在做生意，我先去看看。玉儿，阿土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回来。我娘呢？在那边，我带你去。好。哎，我们这皮草可是附近最好的，不信你去问问，不会骗你的。哎，你这是选皮货，又不是挑女婿，何必这样认真呢？不用挑，都是好的。都是好的，就不怕我挑了。你这翻东翻西的，我怕你给我东西弄坏了。皮草哪有那么容易弄坏啊？除非是假货。哎，我这卖的可都是真货，你不要乱讲。谁说我们家卖假货了？娘，玉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！哎，你别欺负我娘年纪大，你要买呢就痛快一点，不买就别碍着我们做生意。怎么样？如果你诚意想要的话呢，我们就算便宜点给你。我不做了，不做了，我今天不做生意了。我女儿回来了，我休息了，你明天再来吧。请你先回去吧。娘，哎呀，娘，有生意干嘛不做啊？女儿回来了嘛，生意总还有的做。阿土，什么事？去给我买只羊来。今天呀，我要开个全羊宴。好的。哎，不用你了。为什么？玉儿，为什么？娘，以后我们不要让阿土再给我们做事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他老误会。那怕什么？你又没有婆家，多一个人使唤不好吗？我已经有丈夫了。你不是开玩笑吧？不是，这一次他跟我一起回来的。他在哪儿？来，去见我娘。娘，是季风啊。易季风拜见伯母。还说是伯母。哦，是岳母大人才对。哦，我们回家说吧。季风，我们一起帮娘收拾东西。好。易季风请岳母大人喝茶。啊，不用了。哦，这是我们中原汉人的习俗，女婿要请岳母大人喝茶。我没有经过媒妁之言就娶了玉儿，这已经是委屈她了，所以这杯茶一定要喝。我也是中原人，那就更得喝了。我担当不起。好，不会，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玉儿的娘亲也就是我的娘亲，儿子请娘亲喝杯茶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娘，你就喝嘛。敬。娘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哭啊？我这是高兴的，不好意思，失礼了。哎，你们是不是要在这住下去啊？不是。哦，我们这次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办。什么事？我们是来找一个人，她原先是大宋的公主，后来被金人掳走，之后她又被人救了。你们怎么知道她在这里？我听玉儿说，你曾经给她说过一些关于宫里的事情。对呀，娘，你记不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，皇宫里面有很多古怪的规矩？是吗？那我忘了，也许是听别人说的，那么多年前的事了。听人说，那是听谁说的？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说的也有道理，这么多年了，娘怎么还会记得呢？也许是我记错了，也不一定啊。那是你记错了吧？娘，我
我这次回来，答应季风再做一顿塞外风味给他吃，你能不能帮我呀？好啊，好，我们走。走。月儿，啊，你先在这休息一下，我和娘做好了再来叫你。要不要杀一只羊啊？不用了。你不是说要给季风再准备一次大漠风味吗？在这里烤羊是最好的菜了。娘，我不想你太辛苦了。怎么会呢？看不出我的傻女儿也知道孝顺了。长大了又成家了，当然就不一样了。这个丈夫不错，比那个叫什么邢的强多了。就是太穷了。哎，玉儿，别太看现实势力了，能过去就行了，别总想着发财呀、富贵的。我不想他发财富贵的，我当时干嘛要千辛万苦的离开这里，然后又巴巴的跑回来呀？哎，什么意思？娘，这次我们回来就是要找那个什么宋国的公主。如果我们要能找到宋国公主，就可以发财了，你明白吗？那能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娘，你就别再装了。我知道，你一定知道那个公主的事。我不知道。我可向来是不忘事的。那个时候，你经常跟我提起皇宫的事，还给我看过一个什么镯子，说是皇宫才有的东西。那些镯子是白玉打造的，我可记得清清楚楚啊。没有。要不要我拿出来给你看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家里的财物在哪儿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说吧，娘，我们母女俩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这事不好说。娘告诉你，娘原本是大宋皇宫内的一个侍女。那个时候金兵攻打我们，把皇宫里的人全掳走了，总共有400多人。皇上和太妃也在其中，他们把我们带到大漠里他们的地方。那个时候太妃已10月怀胎，就在路途上生了小公主。皇上不想让小公主也成俘虏，就把刚出生的小公主交给了我，要我偷偷地带她离开，还找了一个叫什么飞龙将军的保护。我抱着小公主和那个将军一起逃跑，可是却被金兵发现了。飞龙将军一个人跟几10个金兵打斗，我抱住小公主，骑着马逃走。站住！快走！哥呀！走！别让他们跑掉！哎呀！快走啊！走啊！那个小公主呢？她是不是已经死了？我不知道。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她中了箭，受了重伤。那个时候我年纪小，一个人在大漠中，连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，怎么照顾一个孩子？那是一个很冷的晚上，我走了1天1夜，实在支撑不下去了。这样带着小公主，我想我们很快就会死掉的。我看到了一个游牧人家的帐篷，想着也许公主在他们手中能活下来，就把公主放在了帐篷的外面。后来我越想越不妥，就跑回去找小公主，可是那个游牧人家已经搬走了，从此再也没
没有小公主的消息了。我一直在大漠生活，再也没有回到中原去。后来认识了你爹，生了你。这事有没有人知道？没有，我连你爹都没有告诉我。他倒死得不明不白的。有时候不知道这些事儿，不是更好吗？玉儿，这事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我也不想让人家知道你年轻的时候有这么一段不忠不义的过去啊。我也是没有办法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很内疚。哎，玉儿，你想把公主找回来？对，可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。如果找到公主，你怎么跟她说？她那个时候刚刚出生，应该对身边的事什么印象也没有。我倒是烦着，怎么跟季风说呢？吃饭了。娘，我想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季风。什么？季风是我的夫君，我不想对他有所隐瞒。你答应过我不对任何人说的。可是季风不是外人啊。什么真相？玉儿，这是大宋公主的玉佩。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不能说。娘跟公主有过一面之缘，这个玉佩就是当年公主送给我娘的。娘是后来才知道那个小女孩是公主的。是吗？那个时候公主给一般胡人给收养了，娘是从公主的口中得知的。娘一直想把她给救出来，可是又怕得罪了那一般胡人，结果就不了了之了。娘为了这件事一直很内疚，所以没敢讲出来，对不对啊，娘？对，这事我一直很内疚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小女孩了。我们明天去找那般胡人啊，希望可以把公主给救回来。可是沙漠这么大，怎么找？游牧民族有一个习惯，是跟随水草移居，世代相传，是不会改变的。我们顺着水草生长的方向一路找过去，希望可以找到一些线索。那就这样吧。娘，你不用内疚，其实这不是你的错。是。背叛逍遥王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杀了我吧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呀！住手！不准杀！为什么不让他杀我？你为什么要自杀？难道就是为了张君宝吗？张君宝他有什么好值得你念念不忘？杀了我吧！带他回去。思荣，吃点东西吧。我知道你很久没有吃东西了。你究竟想怎么样？难道你真的就那么讨厌我吗？我一点都不讨厌你。真的吗？你教我的。我们这种人不可能有一点感情。
讨厌也是一种情绪，所以我一点都不讨厌你。在我眼里，你只不过是会说话的东西。你把复习完的解药给我。你是不是一门心思就想找到张君宝？这和你无关。其实你心里应该很清楚的，你是张君宝的杀父仇人，他不可能跟你在一起。你死了这份心吧。思荣，我看你还是乖乖的吃点东西，把身体养好。我已经跟萧炎王说过，你的事情他以后不会再计较，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从此以后，我们2个人还可以在一起亲密的合作。现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抓住倚天行。我知道他很迷恋你，所以我想派你去当诱饵。卑鄙！我不会为你做任何事情。你敢不从？请3位神僧跟我们离开少林。悬置他们呢，在外面马车里，如果3位神僧不愿意离开的话，我就要先取玄之的首级，然后再血洗少林。阿弥陀佛。这几天可真够忙的，我们已经收了29个门派，18个帮会了啊！怎么不想干了？你现在可是8派的掌门。你也不错呀，你不也是9帮的帮主吗？现在要是那个女孩还在，我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啊！你是说秦思荣？除了她还有谁呀？她走了之后，就剩下我一个女的，怪寂寞的。怎么现在变口味了？喜欢女的不喜欢男的了？呸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可不要乱想。我和她可是好姐妹。放心吧，她早晚会回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没有吃辅心丸的解药，怎么离开呢？是吗？怎么？你没有给她解药啊？哼！你们2个说够没有？留着一点力气，做事吧。时辰到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好了就把书合上。师傅，我们为什么要背这本《道德经》啊？我要看谁背的最熟，我就选那个人做大师兄。我们大师兄是宋远桥，宋师兄就不用再选了吧？他入门最早，所以呢封他做大师兄嘛。我们为什么还要再选一次啊？因为你们以前师傅叫太虚子，今天你们师傅叫做张君宝。以前你们无门无派，今天你们是属于武当派，所以我要再选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今天考试的规则是这样的，大家一起念《道德经》，一人接一句，接不到的那个人马上出局，直到最后那个就是大师兄。没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马上就开始。《道德经》第1章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明。谢谢参加。同上，什么叫同上啊？意思就是跟他一样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忘了。不要再装风趣了。好，继续。《道德经》第3章，不尚贤。不尚贤，市民不争。不贵难得之货，市民不为道。不见可，我记起来。走，继续。宋远桥。不见可欲，市民心不乱。
是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失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。我忘了，再讲一次啊！我忘了，再讲一次啊！我忘了，再讲一次，我忘了。对，你们的大师兄就是宋远桥。刘大师兄真棒啊，棒啊！别，他是不是紧张过度变疯了，痴呆了？不会吧？我记得小的时候，他带我们偷土豆的时候，一高兴一起赢了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他是不是复发了？傻了。地址应该没有错啊，这里就是武当派，应该是一家香火旺盛的道观才对。唉，不管那么多了，先进去看看。早知道你受不了刺激，就不让他做大师兄啊！还不如我做大师兄呢。我也可以嘛。你以为玩啊？说了是他就是他，赶快把他的魂叫回来。借问一下，这里是不是武当派？没错，你找谁啊？我找一位张真人。张真人啊，对，是不是？哎，说我啊？这里没有什么叫张真人的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张君宝，张真人，没有吗？你叫张真人，你好了吗？我没事啊，我只是想看你们紧张兮兮的样子，很好玩啊。我想知道你们下面想怎么样啊？下面用这个拳头砸爆你脑袋！你们这群猴子，太过分了！现在是国家存亡之际，凡我有志之士、热血青年，都应该为国捐躯、抛头颅、洒热血。朝廷已是奸臣当道，朝纲不振，民间又粉饰太平，夜夜笙歌。我们武林中人却各自为政，犹如一盘散沙。再这样下去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反攻北伐，重振我大宋江山，学我徽钦二宗，被掳之辱。哦，这番话，这种语气，这种表情，我都很欣赏。来，坐下。阁下高姓大名？在下于连州。听江湖人说，武当山有位盖世英雄张君宝张真人，没想到今天却看到在此嬉戏玩耍，呜呼哀哉！各赐各法而已，我有我跟徒弟相处的方式。谢谢你的关心，我不用你教。啊，武林大会已经圆满结束了，你还来这里干嘛呀？听江湖人说，张真人是一个急人之急的英雄。盘缠用尽了是吧？不是，是师傅走失了。哎，我们武当派是有头有脸的，只有打斋做法这种大事你找我们，找人这种小事你不用。你给我闭嘴！打斋做法事还好意思告诉人家是大事，你丢不丢脸？你师傅怎么不见了？不是，我跟师傅一道上山修炼补心术，突然内急，我解手回来，师傅就不见了。那么奇怪啊！不出奇啊，师傅啊！我听很多武林同道说啊，很多派的掌门呢，无缘无故的就失踪了。对，我跟师傅本来下山看师叔的，可是师叔后来也不见了。好，我帮你这个忙，我派我徒弟帮你查一下。宋喜，你去啊。好。我这人记性不好，就算找到回来也忘了，怎么办呢？那你就一边查一边拿纸笔墨写下来。对啊，我虽然读的书很多，但是文章写得一塌糊涂啊。这可是你练习的大好机会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没错。天下这么大，我到哪里去找啊？我师父是在临安城失踪的。听到了吧，临安城啊！听到了吧，临安城。你们先别得意，他走了之后，你们每人每天抄一次《道德经》，直到他回来为止。如果他遇到不测不回来，我们怎么办？我呸！那是你们运气不好，再吵连《华严经》和《素女经》一起抄。张真人的戒律真严明。于兄啊，如果你没有落脚的地方，不妨在舍下暂住2天吧。好，求之不得。你刚才提到的补心术是？这是一门独家功夫，只传本门人，不传外人。哦，这样啊。
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已经跟了你好几天，你为什么要自杀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有人让我自杀。又是你！哼，是不是想我了？好，天底下竟然还有这么痴情的男人！秦姑娘，秦姑娘！你是明剑山庄的易天行吧？正是我。听说你是这30年来明剑山庄最出类拔萃的传人，对不对？哈，我不知道，而且我也不稀罕。可是如果你问我是不是这20年来江湖上最痴情的人，我立刻会答应你，我就是。想不到明剑山庄的后人是这种没见识的家伙。你懂什么呀？秦姑娘，秦姑娘，只顾儿女私情，如何能成大事？你懂什么呀？能够跟爱人在一起生活才是最幸福的事情。秦姑娘，放屁！你放的屁还真臭哎！是你把秦姑娘藏起来的吧？让我见识一下明剑山庄的后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剑山庄的后人，不过如此。可惜呀，可惜。你想干嘛？我要锻炼你成才。你放什么屁呀！臭死了，臭死了！我要提升你的武功，让你练会了明剑山庄的明剑8式，然后跟我一决高下。你把我的手绑上了，没办法跟你练剑。练剑在乎心性，只要你头脑清晰，心里空明，修炼武功必会事半功倍。手脚招式的锻炼是给平庸人打基础的，高深的武术都是领悟出来的。喂，你凭什么要我跟你决斗啊？因为我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我逍遥王的一生只有一个目标，但求一败。我自40年前成名以来，天下间只有2个人和我打过平手，
一个是明剑山庄的易云，也就是你父亲；一个是圣僧。圣僧没有传人，现在只有你是明剑山庄的唯一传人，才是我唯一希望。那我不是好荣幸吗？可是我们打过了，我不是你的敌手啊，放了我吧。所以我才要锻炼你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因为你没有学会明剑八式。等你学会明剑八式再说吧。嗨，我根本不会第八式。那明剑剑谱啊，其实只有7式，那个8式啊是每代的传人自己悟出来的，所以每代都不一样。我又不是明剑山庄的传人，所以我不会第8式的。所以我要留你在这儿想。你要我怎么想啊？武功是你自己的，由你自己去想吧。哎呀，你留我在这也没用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一辈子都想不出来的。钟鸣108响，共有多少音？这个。此草落地了吗？啊！哎，你。吵死了！吵死了！吵死了！啊！啊！啊！这里可真荒凉。沙漠都是这样的。不过这儿有个水井，说明这附近肯定有城镇。我们去问一下。大叔，请问你离这最近的市集有多远啊？不远了，往西走1个时辰就到了。你是否知道那里有没有汉人？好像有吧，这天下哪有没有汉人的地方啊？这应该就是刚才那个人说的茶寮吧？那个汉族女孩就在这儿当小二。我们去看看。好。坐下再说吧。老板，老板。二位客官，不好意思啊，要点什么呀？哦，先给我们上壶茶吧。好，稍等啊。哎，老板，请问。啊？啊，这店里就没有其他小二了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两位客官，稍等啊。阿青，赶紧出来招呼客人，不然的话，今天就要你好受啊！哎，干嘛那么凶啊？看不见有客人来吗？赶紧招呼！刚才还叫人家洗盘子，又叫我招呼客人。你就是懒惰，一天洗不完的盘子。一天？我一天不但要洗盘子，还要擦地板、洗衣服，招呼客人当小二。我供你吃，供你住，我白供给你啊！你要是有本事，立刻给我滚蛋！快招呼客人！哼！要什么？干什么？人家说汉族姑娘又白又滑，看来不假呀。比我们大漠的姑娘还要辣，我喜欢。放手啊你！老板，老板！我已经两位客官，老板，我们已经3个月没碰姑娘了，就借你的小二来用一下吧。逗你玩啊！臭婊子，你别装了你！别装了，臭婊子你！别装了娘说大宋公主先生小的时候中过箭。快放了那姑娘！你是谁？我是谁和你没关系，但你得放了她。快放手！放手啊！小子，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好不好？哎呀！你敢打他？哎呀！还不滚，快滚！是。快滚，臭混蛋！算了，姑娘。谢谢你啊，你这天杀的混蛋！
见钱眼开啊！他们那样对我，你竟然动也不动。那又怎么样？你是我养大的，我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。要不是我在大漠当中给你捡回来，你早就给狼当点心了。我宁愿在大漠中给狼当点心，也不愿做你的奴隶。这混蛋！哎，算了，老板，请问这位姑娘，你是汉人吗？问他吧，他说我是汉人。你是这位姑娘的爹吗？我没有这样的女儿，她只会吃不会做，是我在大漠放羊的时候捡回来的。是不是在帐篷外面？对呀，你怎么知道？那时候兵荒马乱，转眼间士兵把公主放在一个帐篷外面以避耳目。后来再回去找的时候，却发现那个帐篷已经不在了。他们说公主的肩上有箭伤。这么说来，我原来是公主。是，刚才那位老板也说了，他是把你从帐篷外面捡回来的。这方圆几百里，只有我和你2个汉族女子是这个年纪啊。我原来是公主，我真的是公主。是啊，这次我们就是要把你带回中原去。中原，去了中原，不用再受苦了，对不对？嗯，你是公主，千金之体，当然不用再受苦了。好，我们立刻就走。我真的是公主，我原来是公主。我是公主。玉儿，你过来一下。哎，玉儿，你以前说的和现在说的不一样。你以前说你娘见过公主，公主还送了你娘一个玉佩。哦，这些故事说来说去也说不明白。我是怕那老板知道太多了，会为难我们的。听到了没有？现在我是公主，当心我抄你的家，诛你9族。你什么公主啊？白日做梦。哎，算了，公主，我们还是先回中原吧。你们2个也一样太过分了，过了这么多年才来找我，害我受了那么多苦。回去，我一样要你们好受。哼！开门。你干嘛这样作践你自己？你知道吗？你这样的话，其实我很难过。你干什么？你刚才昏过去了，你干嘛大惊小怪的？你卑鄙无耻！你用麝星术控制我，利用我去抓倚天行。现在我可以走了吧？你如果走的话，就永远拿不到负心丸的解药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思柔，算我求你留下来还不行？我们像以前一样在一起不好吗？你这么做值得吗？不关你的事。怎么不关我的事？你知不知道？知道什么？思柔，我一直不想你离开我，我不舍得让你离开我。废话。思柔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你放开我！你真恶心！思柔，你再过来，我就死给你看！难道你对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以前没有，现在有。现在有？你让我觉得你很讨厌。你……如果真的走的话，你活不过3个月的。我口渴了，给我弄点水喝。好，你稍等，我去给你打。
请喝水。哎，你不喂我喝吗？我是公主，怎么可以自己动手啊？你当我们是下人随从啊？哎，难道不是吗？嘿，来，喝吧。唉，天气这么热，能洗澡就好了。你该不会是现在就要洗澡吧？这附近又没有澡堂，我是尊贵的公主，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去洗澡的。哦，那还好。可是洗脚就没有关系了。你来伺候我洗脚吧。你说什么？他已经服侍过我喝水了，洗脚当然由你来了。哦，公主，你千金贵体，不宜在光天化日之下洗脚，这样有失仪态。会是仪态吗？对啊，太失体统了。哦，那就算了吧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这公主怎么这样啊？架子这么大。算了吧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走之前我一定要做一件事。怎么，发现了这个是假货？这次我可不收留他了。闭嘴，混蛋！我今天就把你这鬼地方给烧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是公主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哎，公主，别太过分了。算了，由他去吧。老板，我们赔你钱好了。么了，公主？我肚子饿了，快点找间客栈来休息。天色还早，我们还可以赶路呢。公主，你先忍耐一下，我们已经到中原了。你们想叫我挨饿，让我累死，对不对？你瞎说什么呀？哎，不如先吃点干粮吧。呸！你当我什么人啊？这些垃圾拿去喂猪喂狗还差不多。你太过分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干粮很多人吃不上，你还嫌三嫌四的。我是谁？你竟然拿那些人跟我比较？哎，算了，玉儿，我们就随公主的意思吧。小二，过来，快给我来一桌上等的酒菜。还有1斤极品女儿红，快去快去！你随便点几个菜就行了吧？盘缠都被你用光了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我长途跋涉的跟你们走，难道还要让我吃苦？你们要是服侍不来，就干脆不要管我，丢下我一个人好了。酒来了。哎，少喝一点。来，易大哥，我叫你陪我一起喝。来，干！哼！哎，你干嘛无缘无故的动手打人呢？
是不是怠慢了几位客官？你看这个笨头笨脑的东西，给我弄的什么破菜呀！这些粗菜怎么叫我下得了口？你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竟然连本姑娘高贵的身份也看不出来。要不要我告诉你我？算了算了，对不起，这只是一场误会。哼，什么误会？我到现在还饿着肚子呢。那你想吃什么东西？听清楚啊！我要吃肘子翅、驼峰和熊掌。什么？老板，这些东西有吗？有，都拿一份来吧。好。哼。什么肘子翅啊！我们的盘缠已经用光了，哪有钱给他乱花呀？你干什么，易大哥？这可是你家传的宝玉，你该不是为了那个疯女人，要把她给卖掉吧？现在我们已经身无分文了，况且我们还要带公主上路，我只能把她压在这里，然后再做打算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干嘛要对那刁蛮的公主那么忍气吞声、言听计从的？她是大宋公主，这是君臣之礼。如果不是我们千里迢迢去寻找她，护送她回中原，她根本什么都不是。她非但不感激我们，反而视我们为奴仆，一路上呼来喝去，要吃好住好，害得你连家传之宝都赔上了。最后她还动手打小二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会有她这么讨厌的人呢？你别怪她，其实她也挺可怜的。你想想看，堂堂一个大宋公主，本是金枝玉叶之身，却流落他乡，在一个小酒馆里当下人，受尽了委屈。无怪乎她的性格会这样的扭曲。你分明是偏袒她，你该不是对她动了心，想当驸马吧？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只是以大局为重，不管怎样，她还是大宋公主，以大宋公主的名义义军北伐，这样才能事半功倍。可是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是真的快受不了了。对不起，玉儿，是我错了。就算是为了我，为了北伐的事业，你先忍一下好吗？我知道了，我只是不吐不快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你不用为我担心。谁啊？公主，你要的蜜饯参茶我已经送来了。进来吧。来，请。坐下。坐下吧。哦。来，陪我喝酒。哦，不了，公主，今天我已经陪你喝了不少酒了，你也少喝点吧。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哼，你怕我会喝醉？你也太小看我了。你知道我在大漠的时候，人人都叫我酒仙子，无论谁都比不过我。那帮好色之徒还以为可以把我灌醉，占我的便宜。想不到最后一个个醉得跟死了一样。公主，恕在下直言，大漠的日子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。你现在是公主，身份今非昔比，所以你不能太妄为了。可是我现在真的闷得发慌，想找个人来陪我，那又如何呢？公主，孤男寡女同处一室，会惹来别人非议的。管他呢！我是公主，只要我高兴，谁都要乖乖的听话。这个晚上，我就要你一级风来陪我。公主，公主，我想你喝得太多了，我先告辞了。给我站住！别装蒜了，这世界上哪有猫不吃腥的道理？公主，我向来是循规蹈矩的人，
我一定会让你失望的。公主，你一定要自重啊！我告辞了。这。这是什么天气呀？热死人了！你不管什么呀？老天爷不会迁就你的。大小姐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哎，这车厢里面难道还有其他人吗？哦，原来是我啊。那么，请你在跟我说话之前加上“公主殿下”4个字。我偏不喜欢说，怎么样？那你就是不尊重我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这是对付那些自以为是人的态度，你明白吗？你停车！我说停车！吁！怎么了，公主殿下？为什么停车？我立刻要洗澡。你能不能忍耐一下，到下个镇找家客栈再洗澡？天气这么热，我本来是可以忍耐的，但是你这个女人，把我的忍耐能力大大降低了，我没办法。待着干嘛？还不过来帮我按摩？哎，水都凉了，快去拿点热水来。还不快去！冻病了我，你怎么向易疾风交代啊？公主，快醒醒，公主，快醒醒，公主！公主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，公主？继父，我刚才不小心摔倒，晕了过去，差一点没命，幸亏你及时赶到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你这么在乎我。公主，我……玉儿，玉儿，你别误会，他刚才在房中呼叫，我以为出事了，所以……你明知道他这个人喜欢恶作剧，你还相信他？我们还要给他捉弄多少次才够啊？